今天我们来聊聊 AI 中转站。什么是 AI 中转站？简单说，它就是夹在用户和模型厂商之间的一层代理服务。它绕开了海外信用卡、IP 地址和官方渠道的限制，让国内用户也能用上 Codex、Gemini 和 Claude 这些海外 AI 产品和模型。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它的价格。在国内开发者社区里，你大概见过这样的报价：官方价打3折、5折，甚至0.5折。有人晒过一张图，425元人民币买到的额度，按 Anthropic 官方价目表折算，约等于3333美元，换算下来大约是1.3元人民币换10美元的官方用量。便宜到这个程度，差价到底从哪儿来？这就是今天这期内容想讲清楚的问题。AI 中转的技术原理其实很简单，比如你订阅了 OpenAI，当你打开 Codex 执行一项任务时，Codex 会把请求发给 OpenAI 的服务器，服务器通过你的订阅凭据或 API key 确认身份和额度，完成运算，再把结果返回来。用中转站时，你和官方之间多了一个传话筒，你的请求先发给中转站，中转站验证你的 key，再换上自己的 key，转发给官方，结果按原路返回。对开发者来说，很多时候只要改一行 base URL，其他代码都不用动。这个需求确实存在。海外接口直连可能不稳定，官方渠道往往只接受海外信用卡，某些厂商还会限制特定地区的访问。当 AI 从聊天工具变成日常生产工具以后，token 用量会快速增加，成本也变成一道门槛。你可以用高配置机器自建开源模型，也可以选择 Kimi 或 DeepSeek 这类国产模型。但如果你想长时间使用 Codex 或 Claude Code，几百美元的 API 额度可能也撑不了太久。中转站刚好填上了渠道和价格之间的缺口。问题是，中转站只多转发了一次请求，token 一个没少，官方该收的钱也不会凭空消失。为什么1.3元人民币能换到10美元的官方用量？AI 中转站的套利模式大致可以分成3代，分别对应3个不同的时期。官方堵上一个漏洞，套利者就去找下一个。第一代吃的是账期，海外 API 过去流行后付费，绑定一张信用卡就能开始用，到月底再统一结账。对套利者来说，从开卡到付账前的时间差就是一顿霸王餐。拿到账号以后尽量跑量，等月底该收钱时，账号被封也无所谓，再换一个新账号继续。OpenAI 后来逐步限制消费，并整体转向预付费，这条路才被堵上。第二代吃的是补贴，云厂商为了拉新会送试用额度，首月免费或教育优惠。Google Gemini 有过学生权益，一些模型厂商和云厂商也会向初创公司或非营利组织发放免费额度，中转站批量获取这些权益，再把额度零售出去。第三代，也就是现在的主要策略，吃的是订阅制本身，比如 ChatGPT Plus 每月20美元。按实测统计，如果一个 Plus 用户把 Codex 每周的额度都跑满，按官方 API 价格折算，一个月大约能跑出400美元的用量。但大多数订阅用户根本用不满，有些人甚至从来没打开过 Codex。订阅价格能成立，靠的就是大部分人用不满。中转站买下订阅账号，把额度拆开卖给多个用户，让大家一起把它跑满。20美元换400美元的官方用量，成本就降到了官方价的5%。他们还会把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账号组成号池，通过脚本管理，某个账号额度用完或被封，系统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再结合首月免费、地区价差、支付渠道和移动端权益等手段，极限情况下，一个可用账号的成本甚至可以低到几毛钱。代价是这种账号寿命很短，圈内把平均只能活1天的账号叫做日跑号，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中转站会在下午和晚上大幅降价。这些号第二天多半就不能用了，当天剩下的额度跑不掉才是浪费，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这门生意的供应链也很成熟，大致可以分成4层。最上游是卡商和号商，卖能通过海外账单校验的虚拟信用卡和批量注册好的账号。中游是号池，把几十个或上百个上游账号聚合在一起，统一管理订阅，额度和速率限制，某个号失效就自动故障转移，对外只暴露一个接口。第3层才是面向消费者的中转站，他们把号池接口包装成中文界面，可以充值、开发票，还有客服群。最后一层是终端用户，包括个人开发者、小团队和初创公司。实际运作中，这几层的边界并不清楚，很多人同时经营号池和中转站，支撑这条供应链的软件也很统一，就2个：One API 和它更活跃的分支 New API，两者都是兼容 OpenAI 接口的开源网关。
运营者部署好面板，添加若干渠道，每个渠道对应一家供应商和一批 key。每来一个请求，面板就从池子里取一把 key，转发到上游，把结果带回来，再按用量和倍率扣掉用户的额度。这两个项目本身完全中立，很多公司也会自建他们来管理团队配额和支出。一个网关变成灰色中转，是从他用偷来的、泄露的或拼凑的 key 违规转售访问的那一刻开始的。这个市场已经有了比价网站、推广返佣和专门的网关产品，有的中转导航站甚至每天抽奖送 key。前面讲的是中转站怎么从上游压低成本，还有另外一半的差价是从用户身上榨取的。最常见的是模型调包，你付的是旗舰模型的钱，后台却悄悄换成次旗舰甚至轻量版，接口格式完全兼容，返回结构也一模一样。除非任务足够复杂，让你察觉结果不对，否则很难发现。就算发现了，也很难举证。第二种是 token 技术作弊，你实际用了1000，面板可能继承1250或1500，而普通用户很难独立核算。第三种是缩短上下文窗口，官方支持20万，中转可能砍到3万甚至更短，表现出来就是长文档处理到一半断掉，或者模型突然忘了前面说过的话。第四种是注入隐藏指令，中转站可以在你的系统提示词前面加上尽量简短作答之类的要求。你以为模型变懒了，其实是有人在替你省 token。第五种是功能阉割，联网搜索、图片识别、文件上传和函数调用等官方能力被直接砍掉，你调用的是同一个模型名，拿到的却是残缺版。第六种是高峰期动态降级，人少时给你好的模型，人多时再悄悄切成便宜的。这类掺水在 Claude 一侧更集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OpenAI 体系的耗池成本可以压得很低，而 Claude 耗池的成本和售价可能是前者的10倍以上。当低价承诺遇上压不下来的成本，以次充好就更容易出现。掺水最多是你多花钱，但 AI 中转潜在的安全风险可能更加严重。中转站运行在应用层，可以读取、流经它的明文 JSON 请求。如果请求中包含密钥、密码或其他敏感信息，中转站在技术上就能看到它们。更危险的是 ，Agent 工具会把模型返回的工具调用直接交给本地环境执行。2026年8月，有用户在论坛发帖称，自己在某个 AI 公益站点上开启完整权限后 ，AI 生成的一段命令开始收集环境信息和读取凭据。它读取 SSH 私钥、AWS 环境变量、Kubernetes 和 Docker 配置、GitHub 与包管理器的登录信息，收集容器、进程、端口、系统服务和 Shell 历史，最后试图通过 POS 请求把结果发往外部地址。这门生意的生存空间正在缩小。Anthropic 和 OpenAI 都在加强风控、身份验证、账号封禁和订阅限制越来越严。与此同时，国产模型这一年的进展也改变了成本曲线。Kimi、DeepSeek 等模型已经进入第一梯队，价格往往只有海外头部模型的一小部分。一部分用户仍然会为了统一接口和便利性使用聚合网关，但极端低价中转赖以生存的价差正在变窄。最后说说我的立场。AI 聚合网关有真实需求 ，Open Router 这类合规平台也确实给开发者带来了便利。但灰色中转的低价不是凭空来的，差价总要有人承担。一部分由模型厂商承担，表现为订阅超售、试用滥用和退款套利；另一部分由用户承担，表现为质量、稳定性、数据和安全风险。有一条建议我不留余地，不要把中转站的 key 填进任何拥有本地执行权限的 agent 工具。中转站只作为纯对话或补全接口时，最坏的结果通常是多花钱拿到降质的回答。当它的返回值可以直接在你的机器上执行时，最坏的结果可能是凭据外泄、代码库污染，甚至钱包清零。其他建议可以简单概括为几条：尽量不用免费中转，因为免费服务总要从别的地方赚钱，而用户能交出去的往往只有数据。不要在请求里放入私钥、密码或其他敏感信息，优先选择明确标注上游渠道的服务，至少你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还要少充勤充，不要在中转站里长期存放大额余额，因为它不是支付平台，也没有资金托管。中转站的低价来自海外订阅，定价与实际用量之间的错配也来自云厂商的获客补贴和暂时宽松的风控，这些条件都在变。等官方渠道更方便，国产模型的性价比再提高，以及厂商堵上更多漏洞，这种极端低价的灰色中转自然会越来越少。在那之前，它仍然是一部分普通用户接触海外前沿模型的一扇窗。它廉价、粗糙，暂时又很难完全替代。
看清代价再决定用不用，比单纯赞美它或者把它一棍子打死都更接近一个使用者该有的态度。